今天很开心，没有想到会遇到你爸。他对我的印象好像不错。谢谢你送我回家，早点休息，晚安。哎，可英，我们约会一段时间了，我想你也跟我一样，觉得我们挺合得来的。我真的很喜欢你，你愿意成为我的女朋友吗？ 对不起，我觉得我们不适合。为什么？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好？还是你觉得我们进展的太快？不是，谢谢你跟我坦白说你的心意。我已经试过了，我对你就是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我想我们更适合当朋友。是我们不适合，还是你更喜欢那个 David？ 我跟 David 只是朋友，没有必要把不相干的人牵扯进来。我先进去了。进来。姐，什么事啊？我刚才在门口看到蛇，看见他亲你，你推开他。我觉得我跟他不适合，已经分开了。要不要去吃冰？我们一起。大三元都关店了，而且我不想吃冰。可是分手不是应该会难过吗？感情的事分分合合很正常的，没什么大不了。好了，我真的没事。时间已经不早了，你快点去冲凉，我也想早点休息。晚安。晚安。Andrew 这个混蛋，居然想要陷害我！这个没用的男人，我家养的狗啊，都比他忠心。别生气，为了一个男人气坏了身子，多不值得啊！被关在那个鬼地方那么多天，我都快疯了。要不是周律师帮我找到新线索，逼警方重新调查，我早就成了替死鬼了。不行，我一定要他们公开道歉，赔偿我的精神损失。算了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是关键时刻，你这个时候如果不见好就收，很可能会节外生枝啊。那好吧，就不要跟他们计较。那个混蛋现在怎样了？啊，你放心，他跑不掉，很可能会被判死刑。除非他请得到周大律师，否则最好是这样。
你尽快帮我办好离婚手续，我不想再跟这个混蛋有任何关系。哎，我给你们介绍，这位是我跟你们提起过的新兴企业家 Sean， 这位是周洪涛，周大律师。谢谢。这位是 One Track Communication 的总裁 Eve。你们好，很高兴认识两位。你的公司是做什么的？电子废料回收工厂，我们用的是一套新技术，提取效率非常高，最重要的是零污染，全流程环保。听起来很厉害，不过我对环保项目了解的不多。说到底，投资还是要看回报率啊。当然，电子垃圾里的金、银、铂这些贵金属含量其实很可观。传统技术要么提取率低，要么污染重。但我们的技术恰好可以解决这两个核心痛点。这个项目不但可以赚钱，还可以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是个稳赚又体面的投资好机会。谢谢家庭的信任，也谢谢你们愿意听我啰嗦。希望有机会能和各位合作愉快。书王，不如我们租那辆双人的，一起骑好不好？我要骑这辆。准备出发。等一下，我们拍张照吧。哎，书恒，等我。你怎么骑这么快？累死我了。嗯。喂。周书恒，书恒，等我。这个比我上 spin class 还要累。你累了，要不要回去休息？你好不容易有空约我出来，我还特地请假，这就回去了。可是你说你累了。No way！ 我就算累死也不回去。给我坐好。你等一下要做什么？吃饭。吃什么？咖喱饭。吃完饭呢？我想去打跆拳道。Objection！ 打跆拳道太累了，我受不了。就不能做一点比较轻松的活动吗？去看书。算了，以后出来玩，节目还是我来安排，你跟着我就行了。哦。下次找个时间约可盈和 Victor 一起 double date， 我们可以去打保龄球，或者去露营，再不然 barbecue 也行。我姐和婶分手了。我和 Victor 分开其实也不算突然，我总觉得给不了他想要的，与其纠缠下去，不如早点说清楚比较好。我相信你做的每个决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错过了王子，你一定还会遇到为你披荆斩棘，让你有勇气相信爱情的骑士。找到又能改变什么啊？有些结局早就注定了。你干嘛这么悲观？你只是还没找到适合你的那杯咖啡。你现在在喝的咖啡好喝吗？你还想要继续喝？甜的时候很甜，苦的时候也很苦。你看，很好啊，他每次都有回复你。
刚开始我也觉得很细，可是你想想，如果每天早晚都是一模一样的问候和这些不痛不痒的回复，你不觉得无聊吗？我在吃鸭饭，我正在看书，我正在查案，这里下大雨，这里大太阳，我没有想你，没有一个回复是超过5个字，连 AI 的回答都比他有感情。舒恒就是这样，少话慢热，心里有话也不跟你说。这种感觉就像你拼了命想要靠近一个人，可是他却永远站在一个你刚好够不着的地方。你也有这种感觉？我为了照顾我这个弟弟，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不是你不够努力，只是他的频率真的不同。没关系，与其一直找一杯适合我的咖啡，不如自己当咖啡师，把这杯咖啡调成我最喜欢的味道。勇气可嘉，我真的是服了你。你继续加油。你去调查一下这个上流，他的家庭背景、人际关系，还有他的公司到底做什么生意的，越详细越好。明白。他是我们的新客户吗？我担心他会给我们带来麻烦，所以想早一点搞清楚。好的，明白了。师傅，今天有空吗？有事啊？我看了你的 schedule， 明天好像没有 appointment， 想约你、可英和舒恒一家人一起吃个饭。一家人，这么快把我儿子摆平了？还在努力中，快啦！哎，说到一家人，顺便把可英的男朋友叫上吧。你是说 Victor？ 都是你爱吃的。那就谢谢你为我准备啦。需要帮忙吗？不需要。你的脸弄脏啦，来帮你擦。怎么弄到鼻子都有啊？干杯！干杯！来，大家看这里，1、2、3。又在给你父母发照片？他们各自带着自己的另一半一起去日本旅行。啊，你父母离婚了，还能在一起旅行？为什么不可以？他们还是朋友啊。那倒蛮难得的。感情的事很难说，一辈子这么长，如果真的不适合，分开也不见得是坏事。我继父对我妈特别好，以前我妈在我爸眼中的缺点，在他眼里全是可爱的地方。爸爸再婚后，还会跟阿姨一起来关心我，阿姨也从来不把我当外人，还经常给我做好吃的。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他们没有为了我死守一段没有爱的婚姻，让我能在2个健康、温暖的家庭里长大，拥有更多的关爱。就是说，你父母离婚没有在你心里留下什么阴影了？所以我对婚姻一点都不恐惧。我反而特别期待结婚生子，组一个幸福的家，就像我父母各自的婚姻一样，温柔、真心，没有委屈。来，吃一个。认识曼宁那么久，今天才知道他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原本我以为他没有那么快安定下来，现在看来，他们可能很快就有好消息了。如果他们真的开心，我会祝福他们的。我本来以为你会最早结婚的。那天在餐厅碰到 Victor， 他的人品样貌都不错。周爸，其实我和 Victor 已经分开了。我没事，你不用担心我。我哪有担心你啊？我女儿这么优秀。
哎，网民不是叫你最美 DPP 吗？不要有这么大压力啦。你真要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周爸养你一辈子。这是你说的啊。好。现在什么都起价了，连咖啡都涨了1毛。小姐，你的钱掉了。谢谢。我杀了人！我杀了人！我是来自首的。这还是我见过最干净整齐的案发现场。死者叫王芳芳，今年48岁，家庭主妇，与丈夫林志鹏结婚2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杀了你老婆？你们有照顾病人的经验吗？5年前，我老婆被诊断出患了骨癌。从那一天起，一切都变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死者身上没有外部的致命伤痕，眼睛部位有点状出血，没有勒痕，应该是被人掩住口鼻，导致窒息而死。死亡时间是今天早上的9点到10点之间。你都照顾王芳芳5年了，为什么要等到今天才想要杀了她？今天早上起床后，她又在闹情绪，说她很痛。我听了觉得很烦，我真的不想再受这种折磨，所以我拿起枕头把她闷死。我们在死者的药箱找到多种药物和医药记录，死者是癌症患者，卧病在床已经一段时间了。我发现死者身上还有多处淤伤，新的、旧的都有。手肘、膝盖这些关节部位的淤伤，比较可能是跌倒造成的。而手臂、大腿这些淤伤应该是人为的，但是单单从淤伤来看，我们只能怀疑，不能确定他是否曾遭受虐待。这5年来，只有你一个人照顾王芳芳。芳芳的父母已经死了，她也没有兄弟姐妹，我们也没有孩子。她不喜欢别人照顾她，所以我只好辞了工作。在家里照顾他，在这5年你都没有工作，我偶尔也会去兼职送餐。他断断续续换了几个医生，也试过不同的化疗，可是都没有起色。我们的储蓄也慢慢空了，他的情绪一天比一天低落，我也越来越喘不过气了。他们夫妻俩本来感情很好。后来您太太生病了，就常常吵架，您先生的脾气也越来越坏。那你和他们的关系好吗？我和您太太还 OK， 他喜欢我们家苏西，但是您先生就很讨厌猫。上个星期苏西经过他家门口，差点被他踢了一脚，幸好我看到，不然苏西就惨喽。然后呢？就又吵架了喽。我听见您先生很不耐烦，一直怪您太太不肯去化疗。说他很无理取闹，
是不是要逼死他才甘愿之类的话。总之，吵得很凶就是了。我不后悔杀死芳芳，至少现在大家都解脱了。哎，可盈， Dr. Su，今天有 spin class， 我是来上 yoga class 的。我以为你只是喜欢高强度的运动。听说 yoga 对放松身心很有帮助，我就来试试看。Yoga 确实不错，可以舒缓压力，还可以提升身体的柔韧度。这个送你。干嘛送我啊？我今天报名正好赶上活动，买1送1。这怎么好意思？就当做是贿赂你，之后上课还要请你多多指教。没问题，我们互相学习。Extending your right leg out to the side. Inhale as you raise your left hand up to the sky. Exhale, you're bending over towards the side. Before you take an inhale and come back up. Hands back down to the mat and raise your leg up towards the sky. Bring that leg back down. Hands back up. Inhale as you raise your hands outwards. Stable gaze towards the front. Exhale, hands back down. Stepping back and pushing your hips into your heels, reaching forwards into your child's pose. 我先去洗澡，一会儿见。好。你拿我毛巾做什么？不是的，因为我还以为是我的毛巾，长得太像了。你的毛巾在这里。你是想拿去做 DNA 对比吗？我可以解释的。其实我是……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我不是你妈妈。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知道你叫周可盈，就在想，你是不是静云的女儿？你长得很像你妈妈。既然你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你。只是没想到你会把我错认成他。我和你妈妈中学就认识，高中、大学都是同学。我还拉着她加入吉他社，也在那里认识了启亮学长，也就是你爸。启亮阳光、帅气，吉他还弹得非常好，很多学妹都喜欢他。可是我知道，他的眼里只有静云，而静云也喜欢他。3、2、1。3、2、1。静云，一起拍张照好不好？所以，我选择退出，成全他们。启亮和静云结婚后，生活很幸福，还生下了可爱的你。如果他们能一直幸福下去，我会觉得我的退出是值得的。可是，启亮，启亮，学长，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可盈在发烧，我带她去看医生。静云她爱上了别人，不要我们了。她不爱我了。也许她从来就没有爱过我，才会走得这么狠，连女儿都不要了。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糟蹋你自己啊！你还有可盈。静云离开之后，启亮开始酗酒，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像个丢了魂的人。啊，有点苦哦。来啊！那天，有人说在海边看到启亮，我心里就有种不祥的预感。后来才知道他醉酒后失足掉进海里，启亮就这样走了。我是收到静云寄来的明信片，才会去找你爸。我收到明信片后，去看了你们，马上将你和启亮的情况写信告诉他。不过之后，就再也没收到他的消息。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太突然。需要时间消化，这明信片就留给你做纪念。还有什么想问的，只要我知道，我都会告诉你。姐，Chief， 哎，可以，来的正好。新案子，这个犯人之前也是你在负责的，干脆我就把这2个案子交给你，我会叫文祥协助你的。进来。Sir， 周检察官说想了解一下林志鹏的案情。原来这个案子是由你负责。我先去忙了。法医证实，死者王芳芳是被人用枕头捂住口鼻窒息而死。我们在床上的另一个枕头上发现了死者的唾液和凶手林志鹏的 DNA， 这些都符合他的口供。法医还在死者的身上发现多处新旧瘀伤，不过无法确定死者生前是否遭受过虐待。家里干净整齐，没有被强行闯入的痕迹。我们也询问了王芳芳的主治医生，证实她5年前患上了骨癌，病情反复，最后一次化疗效果不理想，癌细胞扩散，医生估计她只剩下半年的时间。王芳芳生病的时候，就林志鹏一个人在照顾她。医生、护士和邻居都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还查到林志鹏有偷窃的案底。这个偷窃案也是我负责的。我本来要求他先接受心理评估，再决定要不要提控他。没想到他竟然杀了他的老婆。林志鹏已经认罪，案子没有什么疑点，就是长期照顾病患、精神压力负荷不来所导致的杀妻案。可是你不觉得奇怪吗？林志鹏照顾王芳芳已经5年了，医生都说王芳芳就剩下半年。案发当天到底发生什么事，让他突然受不了，选择杀妻？人的感情很难说，或许他忍了很久，刚好在那天爆发。就好像人会在某一天告白，某一天分手，没有特别的原因，就是时间到了。林志鹏说，他在杀死王芳芳后，在早上10点多离开家。可是为什么他在3点10分才去警局自首？根据林志鹏的口供，他离开家之后去了公园走走，还去了餐厅吃饭。说不定他一开始根本没有想过要自首。他去了哪个公园、哪家餐厅，还去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人，做了什么？这些你们都调查清楚了吗？我们已经在调查了，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好，我会先以谋杀罪名提控林志鹏，希望警方能尽快调查他在案发后的行踪。我要更清楚地了解他的动机。我们会继续调查，一有消息会马上通知你。谢谢你，我先走了。啊，自美 DPP，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午餐？我还有事，你们吃吧。OK，拜拜。舒恒，科技组那边有消息了吗？科技组已经分析了林志鹏和王芳芳的手机。比较奇怪的是，林志鹏在案发后搜索了多家殡仪馆的网页，马上去查他去过哪家殡仪馆。还有，我要知道林志鹏在案发后的早上10点到下午3点之间去了哪里，做了什么，见了什么人。Yes, sir。发生什么事啊？你姐跟Sir吵架了？哦，看来有故事哦。不要八卦了，还不赶快去查林志鹏自首前去了哪里，做了什么，见过什么人？那去就去嘛。又要看 CCTV 了。唉，警局外的 CCTV 显示林志鹏是搭德士到警局的，我们也找到当天载他的德士司机。司机说他是在这里上的车，我们附近问一下吧。CID，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没有。没有。你有见过这个人吗？我没有见过这个人。谢谢。你有见过这个人吗？见过，他是这里的熟客，经常跟他老婆一起来吃面。他昨天有来过吗？有啊，不过昨天只有他一个。那你有没有觉得他跟平常哪里不一样？他虽然一个人来，还是点了2碗面，其中1碗加云吞不要菜，就跟他老婆平时吃的一样。我昨天还问起他老婆，他说没来。他们夫妻俩感情很好，就算他老婆生病后，还是经常来我这吃，因为他老婆喜欢。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这张照片，我记得之前没有啊，可能是他昨天放上去的吧。你好，我们是警察，刚才有打电话询问过，我们想跟你确认一下，林志鹏昨天是不是来过这里？我记得他昨天早上大概10点多来的。我想买一副棺材给我老婆，要最好、最舒服的。这是用最好的木做的，木质温润细腻，制作工艺也非常考究，全都是手工制作的。就这一个吧。请问你什么时候需要？就这几天了。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他对所有细节都很讲究，无论是棺材款式、葬礼仪式，还是要摆放什么花，他都坚持要选他老婆喜欢的，而且不在乎价钱。我感觉林志鹏挺爱他老婆的。如果真的是这样，他为什么要隐瞒去警局自首之前的行踪？哎，殡仪馆的老板说，林志鹏离开前问他附近有没有花店，会不会就是这些啊？有可能，我们继续问一问。静心庙，这就是小食店老板说的林志鹏从庙里带来的矿泉水，上面还印着庙的名字。他来这里做什么？难道是杀了人之后心里不安，想来拜佛忏悔？你们怎么也来了？我们是跟着找到的线索来的。我们也是，我们去了殡仪馆，找到了林志鹏去的花店。花店的老板说，他买了一束茉莉花来这里祭拜他夭折的女儿。双的团队在业内有很好口碑，第一家工厂的营运也非常成功。这次扩展计划书也做得很详细，数据支持也很充分。再说，双也得到几家知名企业的投资承诺，说明了他们对双很有信心。这也大大减低了我们的风险。听起来很有吸引力啊，看来可以追加投资。可以考虑。Boss， 我有件重要的事必须和你汇报。好，坐。我先去洗手间。这是你要我调查的资料，你还是亲自看一下吧。来，坐。周律师，你好，坐。周律师，嘉玲说你有意在投资，真的太好了，谢谢你对我们团队的信任，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你们的计划书我仔细看过了。抱歉啊，我还是觉得风险大了一些。既然周律师都这么说了，你确定你承诺的回报率真的能达成吗？风险当然有，但是所有创业项目的常态，就像爬山，总要有点陡坡才值得登顶，对吧？周律师，你是资深投资人，谨慎点我能理解，不过，就算你对我有疑虑，也应该相信嘉玲的眼光。说到底，我们不只是想做生意，也想做点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啊。这样吧，我会认真考虑的。啊，我还有个重要的会议，先失陪。你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举动差点动摇Eve？幸好他没有被你影响。石远局调查了Sean，发现这个人伪造学历，履历造假，他有问题。学历、履历之类的，只不过是给投资者看的包装，有什么大不了呢？你睁眼闭眼还替他找借口，你们关系不简单。我是根据我的专业判断来做决定，我没有感情用事。你确定？还是你不想听真话？你现在这个样子根本就不像是一个清醒的投资者，哦，倒像是一个被感情牵着鼻子走的女人。别跟我说你吃醋啊！一码归一码，我不希望因为我们的私人感情影响到我们商业上的合作。我会空闲到吃肖恩这样的人的醋吗？你想过没有？你介绍这么多大老板投资给他，如果他出了问题，你损失的不仅仅是钱，还有你的关系、你的人脉。好，既然你不放心，我会去调查清楚。不过你也得相信我，我在做决定之前，对每一个利弊都想清楚的。
我话呢就说到这里了，你要怎么走，是你的选择。2016年，他们的女儿已经去世9年了。我已经跟林志鹏确认过，他自首前所有行程，跟我们调查的一样。他一开始为什么要隐瞒？他说他觉得这些事不是很重要。他们的女儿是怎么去世的？根据医院记录，林志鹏和王芳芳在10年前尝试过3次 IVF， 才成功怀上孩子。但是他们的孩子在8个月大的时候，因为脐带绕颈夭折了。看得出林志鹏很爱他老婆，他杀人的动机不像是解决一个累赘，更像是帮他解脱。你的意思是，林志鹏是因为爱他的老婆，所以才杀了他？爱一个人怎么舍得杀了他？不要聊案子了，过来吃吧。认识你那么久，都不知道你还会做饭。好吃吗？好吃。我不随便下厨，只有我喜欢的人才能吃到我做的饭。那我今天是沾了舒恒的光喽？那倒不是，你也是我喜欢的人，只要你开口，我随时都可以做给你吃。因为我觉得，爱是正面的，能给人力量。如果你看到你爱的人被病痛折磨，难道不会心疼？不会想要为他做点什么吗？你在说林志鹏的 case 吧？可惜他们没有孩子，不然或许能帮他们分担一些压力，又或者是成为他们活下去的牵挂，结局可能就不一样。也或许没有孩子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好事，至少不用承担失去父母的痛苦。你的房间跟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让我猜，除了师母和可盈，我是第3个进来你房间的女人吧？不是，还有天，他偶尔会进来打扫。你小时候还长得蛮可爱的嘛。如果我们有了孩子，他继承了我们的基因，一定会很聪明、很好看吧？舒恒，我们生个孩子吧。现在吗？当然不是现在，我是说我们结婚后再生个孩子，组织一个属于我们的家。好不好嘛？如果我答应你，你会觉得幸福，觉得开心吗？当然会。好。不偏不倚的窗，像迷路的光，失去了方向。一页一页翻遍遗憾的过往，如果谎言被释放，埋葬真相，是真是假的他，至死不渝的谎，我却在你身上看见了黑暗中的光。昨日还是山盟，回忆太漫长。今日爱恨交织，命运还在彷徨，不曾投降退让，遍体都是伤，就让黑夜归还彼此的遥远的愿望。
梦回忆太惆怅。今日爱恨交织，命运不再设防，无缘逞强抵抗，谁能不受伤？让真相不再迷。